大家好，我是梵天，大家好，我是小白。欢迎来到我们的数字货币的 podcast。今天的话呢是10月11号，今天也是重阳节，小白。对，重阳节其实从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日来讲，是我们要去登山，对吗？登高望远。对。那录完这期节目，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登高望远呢？可以的，咱俩一起吧。到时候看一下了，我不一定有空，知道吧？因为我还要剪视频。哦，可以的。对，然后我们同时来看一下狗狗币的行情，包括像今天其实狗狗币也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行情。其实你会发现，从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这个中下旬，其实整体数字货币还是以看多为主嘛。所以你发现从昨天开始，整个数字货币，包括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了，对不对？然后你像我们先看一下狗狗币的周线图，周线图的话，你看一下它下跌的，窄幅也已经收窄，现在已经收窄到3.42%了。包括我们昨天看的时候是跌了11%，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哦。对，有6到7的一个跨度，就是涨了就回去了6%、7%左右。那它这个回笼的这个百分比也是很一天之内啊、1天之内这个回笼百分比比较高。它其实也是从昨天，从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涨的一个空间。对。那么按照你昨天说的这个资金分配的话，还是说按照你的这个投资习惯，在这个就是山寨货币的一个盘子里面，可能放的这个比例多一点，这个逻辑也是对的。就是我们在狗狗币里面，我们也要做一个目标分类，就看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去做。因为狗狗币的话，我们暂时可以先放到，就是把目标价位先放到它前期的一个高点。它前期的高点，它主要是在哪个价位呢？比如说在这个价位，就是在0.31552这个价位。0.1152。对。然后的话呢，它那个止损价位就是我们可以设定到这个最低点，在这，就所以你发现现在价格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刚好卡在中间的一个价位，知道吧？就是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和止损价位其实基本上属于1比1。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投资啊，它就值不值得去做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看一笔单子适不适合买，一定是赚的钱的目标价位要高于亏损的目标价位，这个比例一般的话都是在就是1比3以上。意思就是我赚3块钱，然后亏的话就亏1块钱，但是我们才能进行这个杠杆理论。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整个狗狗币，它因为它那个价格的话呢，刚好是卡在中间，现在就相当于1比1。那么1比1的话，那这种单子对于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们可以暂时先放过它不做的。我们先看一看再说。也就是说，从狗狗币的这个今天的行情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是昨天下午它在上涨的时候买进去的价位是比较合适的。但到今天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对。所以我们宁可放置，再等后面几个下招的情况。就暂时我们可以先不去冒这个险嘛。但是它现在目前就是涨到这个层次，它也不是最高点吧？那肯定不是最高点的，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的更多的是在于今天跟明天或者这一周的一个行情操作。而因为下个月的行情，我们到时候下个月再看嘛，对不对？那狗狗币我们就先放着，就不讨论做什么资金分配了。我们现在目前等到下周再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的情况。对，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保持对它的观察。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聊一下这个佩佩币，也是一个山寨货币的一个行情，今天的行情。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佩佩币。佩佩币的话呢，其实这一周你发现它的涨就是你发现佩佩币它回去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现在的话呢，它本周还是下跌了8.88%，就是8.84%。所以来讲，佩佩币它的反弹力度明显是没有狗狗币啊，或者以太坊啊，或者他们的反弹力度大的。你看像佩佩币一样，今天只是上涨了多少？才0.4%。然后昨天只上涨了1.95%，所以你发现它佩佩币，就虽然说也跟随比特币和以太坊呢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但是你发现它上涨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所以对于这种
操作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先观察一下，暂时先不要进入佩佩币这个市场，因为它就是我感觉它现在的这个涨跌幅度还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佩佩币比较像女生，它比较稳定。你也可以形容它可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比较就是它比较稳妥的一个币种，就感觉有点比较女性化的币种对。那这样子黄天，我们今天来多聊一个菲尔币的一个行情好吗？可以啊。就菲尔币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菲尔币它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然后菲尔币的话，这一周只是下跌了3.8%，其实这个幅度并不是特别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菲尔币的整体趋势其实并不是特别乐观的，因为菲尔币我们直接调到月线图来看，你看菲尔币的话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下跌，一直跌，其实从1万多，现在已经跌到现在已经跌到多少？它不是说从1万多，是直接从11块多，现在直接跌到3块多。所以整个菲尔币的话，对于未来的走势，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看好，它很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下跌吧，就是在今年下半年。那么这里我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菲尔币它也是一个山寨货币的一个形式吗？只是说它是一个就是小众的一个货币，它并不是一个像比特币一样那么主流的一个货币。就所以我们对于菲尔币的投资建议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观望为主吧，就暂时先不要去参与这个市场，因为这里面说实话机会并不是特别多，然后的话，那我们就干脆就直接放过，还不如去寻找一些机会更多的一些币种来做，可能会好一点。那我们今天一共聊了5个币种，一个是比特币、以太坊、搞币、佩佩币，还有菲尔币。您今天的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搞币、佩佩币，包括菲尔币，都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们等下周，或者甚至是说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等它那个行情走的比较明显的时候，然后这个利润空间值得我们去搏的时候，到时候会在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频道，到时候我们会在频道的内容当中及时给到大家很多的相关建议的。也就是说，目前这招我们到星期天的截止，我们尽量把资金的一个分配的一个配比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面。对，主要是在狗币，我认为就是可能机会多一点。反而像佩佩币啊，像贝尔币啊，或者这种币种的话，我们更多的先看一看吧。因为我觉得狗币里面其实机会也很多，只不过来讲这个机会可能并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那您刚才其实也要讲到这个以太坊，它其实是不是也是的这个止跌回涨的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它只是相对而言的，它相对的比特币来讲可能会高一点，但是相对其他的数字货币来讲，其实它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这个资金配比的话，还是主要是放在这个比特币跟搞币上面，然后以太坊的话再分块，有一点稍微一点点就够了。对，就所以我个人不建议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数字货币它整体爆发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一下。然后的话，当然我们这个 podcast 也会随时去为大家追踪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价格的一个涨跌，也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多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包括我们的 X 频道，在上面的话呢，有一些特殊的行情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我们都会在上面及时公布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行情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或者见解，或者说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建议的话，也欢迎能够在我们频道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这边都会看的。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暂时先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拜拜。好，下期见。拜拜。拜拜。